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继续 Tony 开讲。不过在开讲之前，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新发型。这是我在100元快剪店剪的头发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是花100元去剪头发，那么你就不能用花了400元剪的头发的审美标准来评论它。所以我今天开讲的内容，欢迎大家评论，但是请不要评论我的新发型，因为我老婆已经评论过了。他说我的新发型像小瓜呆。我今天小瓜呆开讲的主题，也是我频道经营以来一直常会有人留言质疑我的地方，就是我在旅行的时候，总是会有机会看到一些日本时代的建设，我当然会对这些建设做一些历史背景的介绍。那这时候不时就会有人留言说，台湾人真奇怪，你们还在怀念日本殖民台湾的时代吗？甚至有些人会举韩国人为例，说韩国同样经历日本殖民统治，但是韩国人提到这一段殖民历史，都是咬牙切齿，而台湾人竟然还会称赞日本人的殖民建设，你们是不是被皇民化太成功了？这样的评论是不是很酸呢？是不是事实呢？所以我今天就做这一集节目，来澄清一些大家的误解。如果今天各位家里有小孩在念高中的话，那就会发现现在的高中教育跟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差距非常非常的大。我们以前那个时代的教育被称作是填鸭式教育，像我们社会组的人在念历史地理，那你就是按照教育部颁定的标准课本，就好好的去背得滚瓜烂熟，这样就可以应付大学联考，分数考得高，你就能进入好的大学。但是现在的教育真的很不一样。以我家小东为例来说好了，他的地理课老师会带他们去爬内湖金面山，然后实际去观察金面山的地质。老师也会带他们去参观石碇老街，去了解那边的建筑，还有一些风土民情。另外，我家小东还有地科专题研究，他们这一组是要设计问卷，然后到捷运站去发问卷做调查。因为他们那一组研究的题目是关于台北捷运转乘的一些问题，所以他们就实地的去做调查研究，然后提出专案报告。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很难想象的教育方式。我们那个年代就算有校外教学，去爬金面山，去参观石碇老街，但是回来之后，老师可能会出题目考我们。第一题，石碇老街以豆腐出名，那请问石碇豆腐有10吃，是哪10吃？我可能只会想到7种吃法，所以这一题就被扣3分了。但是我心里也会想，假如明天石碇的店家推出第11种吃法，那么我们今天说石碇豆腐有10吃，不就是学错了吗？第二题老师问，请问内湖金面山的海拔是多少？我想了一下，好像是259公尺，我就这样写了。结果老师说错，答案是258公尺。那我心里也会不服气的认为，那假如明天台北发生大地震，地壳隆起，金面山长高1公分，变成259公尺，那么今天错的答案到了明天不就变对的答案了吗？所以这就是填鸭式教育的问题所在，它让我们思考僵化，对问题的思考往往是单向的，这是对，这是错，而不是开放性的思考，来思索一个问题、一个议题，可能有很多面向的不同的答案。所以关于今天韩国人、台湾人为什么同样接受日本殖民统治，但是战后他们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这段期间的反应会有那么大的差异，蛮值得去探索跟研究的。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高中历史老师，那我可能就把这个题目丢给学生说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分组讨论，你们去讨论研究一下，然后做专题报告。那每一组都要上台报告，而且每一组的观点必须跟别人不一样，借此刺激学生去做多元性的一个思考跟探索。以下我就来模拟各组学生他们上台可能提出来观点。第一组的学生上台报告，他们强调他们非常认同韩国人的态度，
认为历史就是有大是大非，所以韩国人他们非常的痛恨日本殖民时代的历史，那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。那反而台湾人呢，好像是软骨头，所以才短短被殖民统治50年，就被皇民化，完全丧失民族精神了。老师听了就笑一笑说：“你们的报告也太简短了吧。”第二组上台报告，他们认为台湾人跟韩国人的反应有差异那么大，是因为2个原因。第一是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，而韩国只有35年，所以50大于35，被统治越久，当然被影响更深。第二个因素是日本开始统治韩国的时候，那时候世界局势已经恶化了，接连爆发2次世界大战，而且朝鲜半岛就是位于中日冲突的一个火药库地区，所以日本对韩国的统治会比对台湾的统治来得更严厉，所以对韩国人来讲，他当然反感会越深啊。这是我们认为这是2个可能的因素。老师听了说，好，这一组感觉又比较深入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听第3组的报告。第3组上台报告就说，我们要做比较之前，要先分析2国不同的历史背景，这样子分析才会比较客观。事实上，韩国是一个有1000年历史的国家，在历史上曾经非常的强盛，而韩国人跟日本人也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战争恩怨。比较有名的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，在1592年，丰臣秀吉派出军队入侵朝鲜，所以韩国跟日本的历史恩怨由来已久。而台湾近400年来，其实跟日本没有什么瓜葛，所以如果你要比较韩国、台湾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感受，那其实不是35年跟50年相比，而是1000年的历史恩怨跟50年的恩怨相比，那反应当然会差很大。老师听了以后觉得说，这样的观点也不错。第4组学生上台报告说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，台湾是一个边陲社会，是一个移民社会，它不是在一个权力中央，而是在一个权力的边缘。所以台湾不像韩国，是拥有几千年的中央政权的悠久历史。就以台湾的山地原住民来说，甚至连大清帝国都没有统治过他们，是到了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，他们才第一次有所谓国家的观念，而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就是日本。所以台湾、韩国的历史背景有这么大的差异，你拿韩国、台湾来比，就好像是拿苹果跟香蕉来比，说哪一个好吃，那根本是逻辑不通，也是不恰当的。老师听了以后觉得说，你们的观点也不错。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另外一组的报告。第5组上台报告说，根据我们的研究，我们认为台湾人、韩国人都不喜欢日本的殖民统治。如果你有涉猎过1920年代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，那么你应该知道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，蒋渭水领导的抗日运动，还有谢雪红领导的台湾共产党，曾喊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都是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。那为什么战后台湾人对于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的这段历史，反应却跟韩国人差异那么大呢？我们认为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。老师听了说，哇 ，Social Psychology， 这是大学才会学的社会心理学。对你们高中生来讲，你们真的懂社会心理学吗？这组学生就说，老师你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是要讲艰深的学术术语，我们就用举例来说明好了。他们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，有2个女生都离婚了，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福，所以最后选择离婚。那他们也很庆幸结束了这一段不幸福的婚姻。提起前夫，他们都是抱怨连连。那这2位女生，其中一位从此就没有再结婚了。那另外一位女生，她很快的就结婚，而且她对新婚姻充满期待。可是没想到1年半以后，她就被家暴了，而且被打得非常的严重。所以她后来逢人就说，
其实我的前夫也没那么差。而我们用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，他其实不是认为他前夫很好，他也不是怀念他以前的婚姻，他的陈述只是反映他对当前婚姻的不满而已。老师听了之后，就问台下的同学：“你们听得懂他这一组在讲的意思吗？”有一些同学就摇摇头。那老师只要补充说明一下，这2位离婚的女人，一个叫做台湾，一个叫做韩国，她们都曾经嫁给过日本人，那后来都离婚了。那剩下你们就自己推理好了。最后一组算是倒霉的一组。老师在介绍最后一组的时候，特别调侃的说，这是最倒霉的一组，因为观点都被别人讲光了。我们来看看他们最后能变出什么把戏。而且这一组是理工组的，他们来上我的历史课就是来混的。我们看看他们能报告出什么东西来。那这一组理工科的学生上台就说：“我们是理工科的，所以我们重数据。你们刚刚的分析就是你们的推论而已。我们则是运用大数据分析，做一些假定的设定，然后进行电脑模拟。”希望取得一些客观的数据来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。那我们就是以韩国为分析的对象。我们设定的历史条件是1950年韩战爆发，中国出兵抗美援朝，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朝鲜半岛，结果打败美军，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。麦克阿瑟将军哭着回到美国。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趁机并吞朝鲜半岛，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省。根据我们设定的条件，我们大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，有超过一半的朝鲜人认为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代其实还不差，如果比起后来被中国统治的情况来讲的话。然后他们就说，我们也顺便做了一个电脑模拟，设定的条件是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发出攻击，武统台湾，而且取得成功，台湾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。这时候做出来的电脑模拟及大数据分析，有超过80%的台湾人非常怀念中华民国统治台湾的时代。如果我是历史老师，听完这些学生的报告，那我不会给他们打分数，说哪一组的报告分数高，哪一组报告分数低。因为我认为历史科并不像化学、数学、物理是有标准的答案。例如化学，如果你不按照一定的配方做实验，那么实验室可能爆炸，那会让你受伤。如果你是用数学运算，算错的话，那么太空船飞到月球，回程的时候可能回不到地球了。那历史学基本上是一个人文学科，是一种人文素养，所以我会希望学生是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专题报告，这样的一个讨论，你能够去吸收各种不同的观点，而不要用僵化的思考方式去轻易用是非对错来看待历史问题。我今天的小瓜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